各位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万恶制度之一户口，也就是户籍制度。在跟台湾的韭菜同胞交流的时候，我说中国有户籍制度，他们的反应居然是户籍制度很正常啊，台湾也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今天我就要给全世界的韭菜同胞科普一下，什么叫中国户口。老规矩，开始黑之前，我们先煽动一下情绪。户口制度是一项灭绝人性的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一、限制韭菜自由流动；二、保障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三、巩固阶级固化；四、方便压榨劳动力，帮共产党吸引外资。这个制度堪比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中国的户口分很多种，用来管控不同的人群。最开始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也就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后来呢，又有了蓝印户口，后来又有了集体户口。集体户口又分为学生集体户口、企业集体户口，还有人才市场集体户口。然后集体户口跟家庭户口又不一样。不过你不要怕，经过今天小明的科普，你会轻轻松松的了解各种户口制度的本质是什么。户口制度虽然一直有改革，但是各种所谓的改革根本不触及到控制人口的本质。反正等我讲完你就知道了。要是还不知道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Discord 群跟我语音互动，问我问题。首先我们来说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要怎么样得到农村户口或者城市户口呢？如果你生在农村，你就是农村户口；如果你生在城市，就是城市户口。如果你真的信我了，你就太他妈天真了，知道吗？拜托，你把共产党选得这么好吗？要是真的那么容易，全国的人都跑到北上广生孩子了好吗？其实中国新生儿的户籍是由父母的户籍决定的，全国各个地方的细节规则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可以选爷爷奶奶的户籍作为落户地点，有些可以选亲戚的，但是总的来说需要一定的投胎技巧才可以。等一下我们会讲没有户口的孩子会怎么办。说了这么久，户口到底是什么呢？户口本质来讲就是记录你是哪里人，但这个记录是跟你的社会福利挂钩的。是的，虽然中国的社会福利简直可悲，但也是有社会福利的，比完全没有还是强那么一点点。你是农村户口有什么福利呢？上次影片提到过，中国的农业是土地承包制，承包给谁呢？就是有农村户口的农民，种地就会享受一些农业方面的补贴。其他还有什么福利吗？跟城市户口比的话，没有。农村户口的医保只能在农村的那个不是医院的医院上医保，那个不是医院的医院名字叫做新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城市户口就能在城市上医保，可以到城市的大医院看病。农村户口退休后能拿到在职收入的 25%， 城市户口退休后能拿到在职收入的 60%。 农村户口失业金可以拿1年，城市户口可以拿2年。农村户口儿女不能在城市上学，你要上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什么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呢？如果你把正常的学校想成是一个 APP， 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没有付费之前的版本，很多的内容和功能都被锁住了。所以中国的9年制义务教育根本没有在全国完全普及。政府曾经说要解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信誓旦旦的要铲除那些低劣的学校，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些学校全部关闭了当然其中少部分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合并到了城市里面的公立学校，但是这个是个单独的话题，我们今天不说。农民工子女不仅只能在城市上低劣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高考的时候还必须返回到他们原来的户口所在地。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是因为他们父母进城打工，他们父母没有城市户口，只有农业户口，所以呢，城市里面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农民工是没有办法租的。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他们甚至无法正常居住，可以随时被赶出去。作为中国人，连基本居住的权利都没有。政府想驱赶人有很多理由，比较肤浅的就是维护城市的形象，比如说你看起来太脏太穷，滚吧。还有其他比较操蛋的理由，比如压榨劳动力。举例，年轻人进城后辛辛苦苦工作，默默付出，但是他们年龄一到马上就会被扔掉，政府可以随随便便的驱赶年龄到了的人，然后换新的年轻劳动力进来。刚才说过，户口和福利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那些被驱赶出去的人，他们根本拿
拿不到城市标准的养老金和医保，即便是他们交了税，创造了价值。总结一下，户口就是让一群人到外地去工作，他们在那里创造了半辈子的价值，然后等他们这些穷逼年龄一大，就把他们赶出去，连基本的社会保险和医保都不需要支付了。他们原本的户口所在地也不会给他们社保和医保，理由就是他们原来不是在那个户口所在地打工的呀。各位看到没有？这简直就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啊！所以共产党不倒，穷人们根本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官方承认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福利差距就有30多个。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在中国是2等公民，农民比中国人还低1等。我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假如一个农村的孩子想去城里读大学，然后他想在城市工作几年过后再回农村发展农业，他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城市户口啊。你可能会说，哎呀，小明这个简单啊，你就转成城市户口就可以工作了啊。完全没有这么简单。但我们等会儿再说这个问题。先说，就算他成功的转了城市户口，他也完全没有办法转回农业户口。也就是说，他如果转了城市户口，这辈子他就再也没有办法种地了。因为之前我们说过，只有农业户口可以承包土地。这么奇葩的制度，当然会有很强烈的反对声音。我发现共产党有一个套路，就是一些社会制度呢，它的反对声音很大，要共产党改。共产党就故意用一些无脑政策乱改，然后呢，反正这个政策最后肯定改失败，然后他就以此为借口说，哎呀，我们试图改了，行不通啊，这是国情如此，你心理上啊。户口制度也是一样，之前为了放宽户口限制，上海市在1996年推出过蓝印户口。什么是蓝印户口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在上海市投资人民币100万元或者美元20万以上，购买一定面积的商品房，或在上海有固定住所以及合法稳定工作者，均可申请上海市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一定期限后可转为正常户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政策听起来好像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他妈的不是美国绿卡申请的政策吗？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绿卡申请的政策，一国公民在自己本国都不能随便走，都还要搞绿卡制度。对于一部分人群来说，他们留在外地的几率比他们留在美国的几率都要小。更扯淡的是，这个制度在2002年被终止了，终止的理由是来的人太多了。What？ 什么人会嫌有钱人和人才多？我搞不懂党的想法。那一般人要去外地工作生活该怎么办呢？有这么几种方法，比如什么拿暂住证啊，或者是永久居留证啊，然后结婚啊。我们先不说这些，我们今天说跟户口相关的。最开始我们说到了有集体户口，在这里就派上用场了。什么是集体户口呢？这个东西非常有创造力。集体户口就是当外地人工作的时候呢，由于他们不能拥有当地的户籍，于是他们就归入一个群体，然后呢，用群体里面那个领头的人负责监视他们。群体户口分3类：1人才市场户口，2学校集体户口，3工作单位集体户口。第二个应该很好理解，就是让学校代为监管一群学生。但是人才市场户口是什么鬼？我查了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单位是政府部门的，你就会把你的户口挂成事业单位集体户口。如果你不是政府部门工作的呢，就把你的户口挂到人才服务中心去。那集体户口跟我们刚才讲的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农业户口跟城市户口呢属于家庭户口，而集体户口不是，只有家庭户口才能够结婚。想一想，如果你是集体户口，你在外地，你连婚都结不了，你跟美国人结婚都比跟中国人结婚容易。哎呀，这有什么嘛，小明，你转成当地户口就可以了。我给大家猜一下，你如果要在一个地方落户，需要什么？钱。准确的来说，不是钱，而是房子。你买了房子就可以落户了。你结不起婚，不要怪国家，是你自己没本事。所以你可能听说过，在中国结婚需要买房，约会相亲，第一句话问你户口是哪儿的，第二句话问你有没有房，第三句话有没有车，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哦，各位。刚才也说了，中国各种条条框框，管韭菜管得很厉害。转户口的时候，你必须要手动迁出户口，其中各种手续费用十分的繁杂。那些集体户口管理组织随随便便每年就可以收你几千块钱的管理费。在中国，你有权利，那钱就跟雨一样开始下。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那么多人，他们都在外地工作，由于法律法规的规定，他们必须呢要转化成集体户口，而且你的户口很难转回去。但这条法律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很多人他们生了孩子，想给孩子落户，但就因为夫妻中有1人或者2人都是集体户口，他们的孩子就不能落户，不能落户就变成了黑户。
什么是黑户呢？在中国，没有户口的人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不能上学，不能看病，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你在街上被打、被偷、被抢，连报警都没有人会管你。总之，不能享受任何正常人有的权利。于是就发生了一个父亲把自己的孩子亲手摔死的惨剧。那个父亲是集体户口，他买不起房，不能在当地落户，但他已经转成了集体户口，所以呢，他的户口不能转回原来的户口所在地，所以他的后代没有户口。在万般无奈以及气愤之下，这位父亲决定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摔死，因为他认为与其没有尊严的话，还不如就让孩子早点死。强烈的新闻一直想强调这个父亲有抑郁症，其行为不受控制，但就算那个父亲精神正常，我想也会被逼疯吧。我想问，如果真的那个父亲精神是正常的，那个孩子就不是黑户了吗？他的人权就能得到保障吗？还有很多种情况会造成黑户，比如说超生，典型代表人物就是知名博主刘大胜。再比如说孤儿、未婚先孕的孩子，他们都是黑户。官方承认中国的黑户有1500万人，那根据共匪的尿性来看，这个数字应该是大幅缩水，真实的黑户数字肯定要比1500万高很多。户口本身就已经很万恶了，但这不是最糟糕的，这个制度还跟高考绑定在了一起。高考的操蛋事情我们就不多说了，今天我们就说跟户口相关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每个省的分数线还有考试的难易度都是不一样的，公认最容易的地区就是北京、上海这类地方。我不想在评论区看到大家争吵啊，我这个省的考试最难，你们那个省都很简单，没有意义。大家统一把矛头指向北京、上海那群人就可以了。共匪规定你的户口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高考。于是呢，很多人就在高考容易的地方买房子，因为你买了房子之后就可以落户，你落户了之后就可以高考，高考呢就可以很容易考进好的大学，你考进了好的大学就可以找工作，你找了工作就可以996，你996过完了过后呢就可以挣很多的钱，你挣了很多钱过后呢就会得很多病，你得了病过后医院最后一波就把你的所有钱割走，虽然你人死了，钱也没了，也没享受过生活，可是你为党做贡献了呀。不好意思，刚才我的精神状态有点失控。总之，你现在知道了什么是户口，户口决定了中国人每个人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结婚权、生育权、工作权，以及他们后代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结婚权、工作权、生育权。最后，影片最开始也说了，中国有尝试改革，但是呢，都是故意乱改。虽然取消了所谓的农村户口和非农村户口这个名词，但是我们前面说过，只有农村的户口可以承包土地，因为中国的土地不是私有，所以呢，取消了农村户口就相当于剥夺了农民种地的权利。从本质上来讲，他们也不能在大城市随便落户，所以根本没有解决到人口限制流动的问题。所以中国户口制造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人与人之间权利不平等，政府权力太大不受限制，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今天说你可以住就可以住，明天随便找个理由就把你赶出去了，搞得你都不能结婚了。所以打倒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各位知道吗？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你点赞、订阅、按小铃铛。如果你想跟小明互动，可以加入电报群以及 Discord 群，小明会在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135跟大家定时互动。如果你爱我爱到不行，可以考虑PayPal捐助我一点点生活费。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每个人们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